我们现在准备逛顺化的老皇城啊，要走到前面去买票。我们现在买了这个顺化皇城的票啊，我们大人一个人是20万越南盾，我们大人一个人是20万越南盾，小朋友是4万越南盾。这个小朋友半价啊，或者是怎么弄，他直接就是打到4万越南盾，非常便宜啊。这里就是顺化老皇城的午门啊，我们说推出午门斩首，就是这个午门。上朝的时候，哪个大臣要是犯了错，推出午门斩首啊，就在这个外面就开始砍了。这个是旗台啊，这旗台现在还是蛮漂亮的。这里的皇城和中国的皇城都是用这种黄的琉璃瓦来做屋顶，这代表皇家高贵的身份啊。因为这个皇家的黄和颜色，黄色的黄是同音，所以这个黄颜色就显得很尊贵了。在中国古代，颜色是可以分级的，就是你什么级别的人用什么颜色。那我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戴绿帽子呢？因为在古代做这个伺候人的职业啊，全是用一个绿头巾裹在头上啊，所以叫绿帽子。特别做那种老鸨子啊，或者是做那个妓院里的跑堂的，叫乌龟王八蛋，就那种，他们都是有一个绿色的东西，所以他们是用绿色的头巾啊，代表着身份比较低端，身份比较下贱的人就用绿色的。所以中国的男人都不愿意戴绿帽子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实际上绿帽子就是做一些在妓院里做龟头的那些人啊，后来就是慢慢演变成一个身份了。那再后来就是在中国，就是老婆跟人家有一腿了，就成为戴了绿帽子。所以呢，一般情况下中国男人不愿意戴绿帽子。所以在越南的话，你要是分越南人和中国人，很简单，就是如果他戴了绿帽子，他一定是越南人。中国男人一般是不愿意戴绿帽子的。这个叫什么？上面写的居人有义。正面4个大字是正直当平。在越南，无论是升龙皇城，河内的升龙皇城，还是顺化的这种老皇城呢，都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说绿化做得很好。那到了北京城，看北京的那个紫禁城啊，实际上它是不允许栽那个高一点的树的，只能栽很矮的一些花啊，因为它要防盗。那越南的皇帝就不怕这个盗贼嘛？哎，这一点想不通啊。我们现在登上了午门的城楼啊，这上面写着明命3年4月初6日吉时筑。这是顺化皇城的布局图。这一排都是皇帝们用过的大印。这也是大印啊！怎么这么多皇帝用的大印呢？这里还有一个皇帝的御座。我们在宫廷博物馆里面看到的这个皇帝的御座也有一个，也是金碧辉煌的，镶了很多宝石，非常漂亮啊！但是那里不让拍照，那这里是随便可以拍啊！大家想不想来坐一下？但是大家不要想坐啊，因为这都是有护栏拦着的啊，不允许上去触摸。大家只能看，不能摸。这里正对着旗台，这一边是钟，一边是鼓。一般的家庭既有钟又有鼓的，就是说明他家庭地位很高，叫钟鼓馔玉。过了午门这座桥叫中道桥，过了中道桥就是大内了，在维修的其实就是大内。过了中道桥，左右两边是2个石狮子，在越南话叫石狮子，这个叫狮子，但是我感觉这应该叫麒麟
大海一直说狮子，狮子，跟中文差不多。大内的宫殿在维修啊。太和殿就是皇帝上朝的地方，可惜这次老魏不能进去了。大内左右两侧都有这种走廊啊。东亚丐帮，这里有很多油画，展示的都是越南的一些风土人情啊，一些这个比较美的地方啊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咖啡店，可以休息一下，吹吹冷气。这个门叫日经，对应的那边是月华。这一边是日经门，一边是月华门，中间是太和殿。那这条日经月华这条路呢，过去以后，这就是皇家的内院了。一般的这个大臣是不允许到里面去的，也就是到了里面是皇帝生活的地方、工作的地方。就是皇帝召见大臣，大臣可以进来，但是皇帝生活的区域是再往后一点。这是顺化皇城的沙盘，这个沙盘就比较详细了，标示的也比较清楚，可惜没有中文标示，好多东西我都只是猜啊。我是很多是根据故宫的布局来猜测这边的布局，那皇帝住的地方都应该差不多的。过了日经月华门嘛，这边是左屋和右屋，左屋右屋就是左边的房子，右边的房子。左屋右屋这边的房子都是用来卖一些工艺品的地方了。右屋这边还摆了很多这个宫廷用的轿辇。这里有很多皇宫的老房子，已经坍塌了，留下了断壁残垣。这里也在维修，这里给人的感觉是一片荒芜啊。这是一个王朝的没落。这个台子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。这里应该是地基，上面的房子也被拆了，有可能毁于战火。这些门的木料我刚刚摸了一下，应该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。这里也是一片的荒芜。这里应该是皇帝的这个后花园假山啊。这下面的地也是高低不平的，我刚刚差点崴了脚。这里显得好空旷啊。其实我所在的位置呢，如果说房子没有坍塌的话，这里应该是勤政殿。我在地图上能看到这个标示，应该是勤政殿。然后这些皇帝办公的地方啊，好多都是已经是毁坏了。另外一个后面是太平楼，等一下我们到那边去看看。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呢，有4个大鼎，这种铜鼎，鼎里面是装的水。在古代的时候，这其实就是一个消防措施啊。如果失火了，这里面的水可以及时的扑火。现在这个皇宫呢，顺化的老皇宫在维修和修葺啊，争取恢复到200年前的样子。我希望呢，就是越南政府能够在这个一些文物上能够继续保持这个中文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皇宫啊，也都是上面写了很多中文，包括在观看的时候，它有一些字的介绍，如果能有中文的介绍那就好了。这是左右两边的偏殿，非常长啊，9曲回廊。Hello， 这个店也在修葺，现在也不能进去看，只能远距离拍个镜头了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个店的名字应该叫建中殿。这里边还是保留着原来的宫殿的很多这个原生的东西。现在没有新建那么多新的殿堂出来，
如果修建了以后呢，可能会破坏原貌。我觉得还是保持这样挺好啊，就是给人一种苍凉啊，一种这种时光交替的这种感觉，就挺好。这是皇家的后花园，皇家的小鱼塘。皇帝吃饱了没事干的时候，可以在这钓钓鱼，养养花，陶冶一下心性。当年修的这小门，你看这个垛口都是很宽很粗的，现在再修的话就很难有这样的建筑形态了。这后花园里面好多果树啊。这边都是偏殿了，有的是给公主啊，给太子，或者是给这个皇妃啊生活居住的地方。这中间也是一片荒芜啊，很多这个偏殿都已经被毁了。顺化这个地方呢，离广治非常近，所以在南北战争的时候，这里肯定也是挨了不少炮火啊，很多这个宫墙啊、城门啊，包括这个宫殿全部被炸了。现在这里面很多地方都是断壁残垣，所以呢，战争留给人的创伤还是很大的。这连皇家的这个宫廷啊，连皇帝住的地方还都能被炸成这样子，你想想普通老百姓在那个年代那个岁月里面要遭受多大的创伤。 Hello， 他是从另外一边走上来的。这个是岳氏左门，这个楼应该就是岳氏楼了。这里叫少方园门，少方园可能就是皇家的一个小园林啊。一进来就闻到一股异香啊，味道特别好。这个照壁墙上写的是个寿字，这有一棵大榕树。这里果然是岳氏堂啊！这里现在展示了很多宫廷的里面的衣服啊、小物件啊。哇，凤林对这个好感兴趣啊！好多这种面具啊，彩色的面具，这京剧脸谱，感觉像怎么这么多脸谱？这一排应该是他们的编钟啊，我刚刚碰了一下，这应该是编钟，发出的声音非常好听。这另外一侧有很多越南的一些乐器啊，和中国的二胡啊或者琵琶的稍有不同，包括鼓啊、锣啊和中国的都不一样，稍微有点不一样啊。岳氏堂是以前皇宫的宫廷戏楼，皇帝在这里看戏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有钟鼓馔玉啊，有各种乐器，包括戏子穿的衣服啊，那么多脸谱。这里脸谱啊，这个乐器啊，各种戏子穿的衣服啊都非常多，所以这个岳氏堂就是皇帝。包括宫廷的这个皇宫里面的妃子们看戏的地方，这就是皇宫的戏台。我们从岳氏堂出来啊，这一条大路，那这条大路的另外一边呢是这种
很荒芜的院子啊，这里面种了零星的树。哎，不知道前面那种斑驳的老房子是什么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我们没有请导游，几个人啊，就是根据手上的现有的资料随便转，有些东西可能不是很准确啊，老魏报道的也不准确。如果有错漏之处呢，请大家海涵啊，请大家给我指正。这里在皇宫里面看到了一排法式建筑，但这法式建筑没有门啊，窗户都被封了。这还有一个小房子，这小房子不知道什么，进去看看。它这里写着醉灵祠，这是一个小祠堂啊，这可能皇宫供奉的祠堂。上面写着九天玄女、关圣帝君、历代仙师。啊，这个法式建筑就在这个小亭子边上。哇，看这墙啊，最起码有荒芜了上百年，就感觉很荒芜、很破旧了。这些门啊，有一间是他们的办公室，这个不方便拍，但其他的门都是紧锁的。啊，现在我们出去又是一个中轴线，可能就是那个日经月华那条路了。在前方是显仁门，就可以出去了。我们还想再转转，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转到。这个叫延庆门，延庆门，这个庆字应该是有庆典的地方啊，这里应该有祭祀在这里的地方。我查了一下地图，我身后这里啊就是太庙，所以延庆门搞这种祭祀庆典的地方应该是。登临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牌子，上面一个美国国旗。因为在越南南北战争的时候啊，当时美国下令是禁止轰炸禁止轰炸的，以免破坏这个顺化的古建筑。那后来战况激烈的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当时就炸弹噼里啪啦就打过来，就是有几场战争是非常激烈的，美国慢慢的也放松了这种管制。一场战争结束了以后啊，这里的建筑十之有八都损坏了，这20%的是完好的。所以当时这个顺化京城这个皇城啊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。所以美国政府呢，每年都捐助这个一笔资金来修葺这个皇城。哎呦，看看我们到哪里了，这里破败荒芜啊，感觉像室外一样。我们来的这里连个游客都没有，路都没有像样的路。不过还是应该往前看看，台阶还是完好的啊，但是前面的房子，哎呦喂，也是保存下来的不多。这个店撑了很多铁架子，应该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们在外面拍一下，不进去。我看了地图啊，这里是属于太庙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跟刚刚的太庙呢，它是一体的。哇，这里面全是用这种铁架子撑着，要不然早就坍塌了。这地上还挖了很多坑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面前有这么大空旷的院子呢，很符合太庙，因为太庙祭典的时候，文武百官都要聚集在这里。这个草其实蛮深的，而且道路是高低不平，我好担心它有蛇跑出来。这里留了2个金属的顶，这个顶都已经是很那个了，很旧很破了。我想里面应该是粉化一些香烛用的东西。在这个角落里有一栋完整的房子，非常小啊，4方形的。我们到里面看看是做什么用的。哇，这个我还没有看出来它是什么。搭了一个这种屋顶一样的东西，不知道做什么用的。各位知识渊博的老铁呢，你们说一说，估计一下这是干什么用的？
讨论一下，就感觉像搭的什么屋顶啊，搭成了扎好了，然后就丢在这儿了。这是我到了这个皇宫的一角啊，这个角上的这些树啊，都是至少有200年历史了，非常粗了。这种房子已经毁坏的很严重了，但是它的墙体主体啊还是完好的啊，只是上面的瓦片啊什么东西的全部坏掉了。这些树我叫不上名字啊，非常非常粗了。这里有个门，现在也是荒废了。这个门应该是比较重要的，它楼上还有一个这个观礼台，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门，但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。但是考虑到后面它是搞那个祭祀的地方，那这个门应该是做祭祀的文武百官出入的一个门。好了，我跑了这么多，其实应该是值回票价了，对不对？20万越南盾的票价一个人，那我走的是别的游客都没有来过的地方啊，走了这个衣服上的衣服都汗湿了啊，这树都断了一棵，这里应该是以前有房子，也是坏掉了。啊，这个门也坏了。这里还有这么大的坑，幸亏一脚没有踩上去，踩上去非崴了脚不行。啊，本来一场好好的旅游啊，变成了这个探秘的节目。刚刚一个人去探秘，一个人去探秘，一个人去冒险啊！兄弟们，出了一个错啊！刚刚我说日经月华，这里是乐英啊，不是月华。哇，这还有咖啡店，大海喝咖啡。还有那个坦多大壮。先喝咖啡，我渴死了。其实录视频非常累，因为你又要逛，又要这个想着法的，就是把这个语言组织对，然后还要一直不停的说，口干舌燥。好，我们喝点咖啡。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，虽然逛了很久了，也很累了，但是买了门票了。如果不逛完它，就感觉好亏啊，所以要把这个整个宫墙全逛了。但是左右两侧应该都差不多。这里是奉天殿，应该是。过了这个照壁墙，我想着应该是一片荒芜，对不对？大海什么也没有，空空荡荡，对不对？啊，跟我想的是一样。这里是应祥门，这里是张德门，上面写着启定6年改建，这里还不错哦。这里是余庆门，余庆门在清朝这个一般都是太子读书的地方啊。余庆门在清朝的时候是太子读书的地方，或者是在这个皇子们生活读书的地方。这里面一边是钟，一边是鼓，然后就比较空空荡荡的。这里是都右门，这边的殿啊保留的是比较完整的。这里有一个殿，里面空荡荡的。这里是崇城门，这个一个是日华门，一个是乐英门，这个两侧啊，就日华门那边我基本上全去过了，然后乐英门这边这个房屋啊、殿堂啊非常多，保留下来完整的也比较多。这两边应该大致是对称的，因为皇宫啊，它讲究的是这个四四方方，然后南北东西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对称的。这里是历朝历代的皇帝的照片或者画像，这有很多越南的人在拜啊。这个我看着越南文应该是嘉隆皇帝。
这小丫头每个皇帝面前都拜一拜。这个地方有9顶啊，真的有9个顶。我们从右向左来说，第一个顶是玄顶，第二个是宣顶，第3个是义顶，第4个是章顶，中间这个是高顶，然后是人顶、阴顶，这个是纯顶，还有最后一个叫玉顶。在中国古代呢，这个鼎的作用很大，一般的王公贵族是不允许用鼎的。鼎就是问鼎中原，就是问鼎天下，就是你做了皇帝，你才能用鼎。9鼎。9鼎这里相当于皇家的这个家庙。这叫显灵阁，这个楼叫显灵阁，这个门叫庙门。我们走庙门出去，风铃已经走不动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回去。这里一个房子啊，已经是荒废了，上面长了一棵老榕树啊。这个老榕树都长得这么大了。这树上啊，这个皇宫内院里面种了很多这个龙眼树，龙眼结的很多啊，密密麻麻的。这里可以上去啊。这个墙门卷儿，城角这里有一个土堆，我站在土堆这个视角还是不错，光线特别好。外面有很多游客经过，很多越南美女穿着民族服饰在这里拍照啊。我们走到了显仁门这里，显仁门就直接能出去了。这是启定8年修的显仁门。好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您的欣赏，记得点赞啊，真的很辛苦，拜拜。